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亲子训练营的第13集。我相信上一讲，如果你用心听以后，你瞬间会发现，为什么很多企业它做了3年、5年、10年都做不大，就是因为它还在团伙的维持。我们上一讲非常清晰的告诉你了，如何把团伙变成团队，变成组织，如何把你的公司从以前的小作坊、个体户变成真正的公司啊。那我们这一讲呢，就要讲到如何设计企业的顶层架构啊。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核心以外啊，在 BI 三角形的时候，在我的老师罗伯特清崎在20多年前出这套教材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领袖带领一个团队去完成一项使命。那么听完上2讲，你们应该很清楚，我把团队升级成了组织。那这一讲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把领袖也把它升级成领袖团队。所以在周老师看来，什么叫创业？创业就是一个领袖团队带领着一个组织去完成一项使命。一个伟大的王朝，它不是靠一个人的，最少要有3个人的支撑，才有可能把这个王朝给支撑起来。所以周老师特别喜欢历史，在研究历史发现啊，从秦汉三国啊、隋唐五代啊、宋元明清，我发现凡是那些大一统的王朝之所以能够大一统，就是因为他们有3个人能够把这个王给支撑起来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任何一个鼎盛的王朝，它都是由4个人组成的，这4个人就是领袖啊。有些人可能是在军事上的领袖，有些人可能是在管理上的领袖，有些人可能是在这个出谋划策上的领袖啊。反正就是有4个领袖才能组成一个伟大的国家。那一个伟大的企业其实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说，今天周老师要给你们讲一下周老师王者之道的课程。在王者之道课程现场，周老师升起了一个金字塔，这个金字塔叫做帝王金字塔，大家可以把它画出来啊。帝王金字塔，王字大家写一个王字，叫3横1竖者为王，什么意思呢？3横是什么意思？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贯穿天地人者为王，这是第一重解释啊。也就是一个王，你必须要追寻人道、地道、天道，才有可能成为王。我们说了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什么是人道？你可以把简单理解成叫伦理道德。如果一个人违背了伦理道德，就会被大家所唾骂；但是如果一个人追寻了伦理道德，就会得到大家的奖励，大家都夸他啊。那地道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地方的法律。如果你违反了，就会惩罚；如果你不违反，反而顺从了，对吧？那你就会得到这个国家的税务补贴，甚至财政拨款。那么再往上走就是天道，天道是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它真是存在的。很多人之所以痛苦不堪，之所以疾病啊、车祸呀、灾难呐，其实说白了，他都在遭天谴。就像在上期讲，周老师曾经讲过，老天爷给你的天赋你不去用，你就要遭天谴。所以一个伟大的帝王，如果能够追寻人道、地道、天道，他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王，这是第一层意思。比如说尊师重道，我们都想得道，因为离道越近越健康，离道越近越幸福。但是怎么才能得到呢？尊师重道，尊师重道那个重又念从。举个例子啊，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周老师讲课，有一些人是非常尊重老师，非常爱慕老师，然后呢他听我讲课，还有一些人边听边骂我，也会有。那我想问你，是哪种人的收获会更大呢？一定是第一种。你想得到我的道，结果你还不尊重我，你永远不可能得到。从道的那个重道的那个重又念从字，当你尊重老师的时候，就与道从了。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？天地君亲师啊，师傅的傅，不是单人旁那个傅，是父亲的父，叫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，对吧？孝顺父母就是道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能够成功的，就算简单成功了，他未来一定会有报应。所以说一定要追寻天道。在周老师的财商导师班里面，特别是在信仰课，我会专门跟你讲什么是天道。我们很多人就是不知不觉就把恶给造了，所以才会越来越惨。那这是王的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？王这3横就是3个人，那一竖还是一个人，是有4个人才能支撑出一个王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才能支撑出一个王国，才能支撑出一个帝王。那3个人是哪3个人呢？写上师、帅、相。
一个伟大的帝王，他也是需要老师的，他需要军师的，这叫帝师。比如说，咱们在王字里写上一个字啊，中国千古一帝秦始皇。秦始皇为什么可以一扫六合？是因为首先他找了非常牛逼的人做他的军师啊。那秦始皇的军师是谁？写上魏辽、韩非、商鞅，都是他的军师，都是他的老师。秦始皇最喜欢的这3个人，特别是魏辽啊。这个虽然商鞅已死，他天天看商君书啊。这个韩非啊，是秦始皇非常喜欢的一个人，其他用的就是韩非学说。魏辽就是秦始皇第一军师，横扫六国，先灭哪国，连横哪国，再灭哪国的整个战略部署全是魏辽做的啊。那再往下走，帅才带兵打仗的谁？写上王翦啊。在灭六国之战，那王翦将军那绝对是首功啊，那不用说的啊。王翦，那相是谁呢？李斯啊，李斯。这个李斯安定后方啊，李斯负责这个秦始皇统一以后，车同文，书同轨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货币，这些所有的一切，连统一文字那个字儿，那个小秦篆都来自于李斯之手。所以是这3个人，他成就了伟大的秦始皇，缺一不可。我们再来看看刘邦，来写上刘邦。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奇啊，那不开玩笑啊。那刘邦在47岁之前一事无成啊，就是个要饭的，混到最后都混成了一个逃犯了。在座各位啊，最高级别混成一个乡长，但是47岁之前一事无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刘邦统一天下只用了7年，大汉享国500载。在座各位，他夺走了秦家整整500年。整整秦国无数人奋斗的基业啊！换句话讲，是谁成就了汉？是秦成就了汉，是谁成就了唐？啊！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凭刘邦那不可能夺得天下啊！为什么秦是个短命王朝啊？为什么隋是个短命王朝？那我们今天会给大家详细讲啊！所以说，来，这是刘邦，王写上刘邦。好，刘邦的军师是谁？啊？写上张良、陈平啊。我们上一讲说过，陈平非常厉害啊。陈平给刘邦献的第一计就是：“大王，咱们国库里还有多少军饷？”啊，刘邦说：“还有将近4万万两，你把这4万两都给我。你要拿来干啥？我要拿着贿赂所有的这个项羽军中的这些将领，然后让他们说这些项羽的坏话。”啊，有些人不可能被你说服的，你别管，反正他说服不了，我就说他坏话。项羽这个人呢，他是猜忌心非常强，见不得听别人不好，他要的是荣誉感，还记得吗？只要是这个事儿做成以后，我敢保证，项羽会把他麾下最生猛的将军全部砍掉，啊，全部关禁闭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刘邦就说了，刘邦说：“你能保证这个计谋一定能成功吗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但把他们整死，把那个范增他的唯一谋士也给他整死啊。”如果整不死怎么办？如果整不死，我把命给你。刘邦就相信了陈平，就因为陈平用这个计谋，所以才范增出走。然后呢，这个砍掉了项羽的左右手，项羽4员大将全部被项羽革职，才到最后给了韩信机会10面埋伏。啊，这是陈平用的第一计。陈平用的第2计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年这个秦始皇在的时候，那抵御匈奴是不敢进犯中原的，因为秦军太强大了。但是当汉军啊建国以后呢，刘邦就觉得自己很牛逼了啊，就要自己去跟这个匈奴王干。结果一战就被匈奴王给抓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上要杀这个刘邦的时候，又是陈平跟吕后献计啊，告诉吕后，你给单于写个信。就说啊，咱们给他送金银珠宝，咱们给他和亲啊，把你最漂亮的公主嫁给他，然后就把大王换回来了。这种计谋张良是用不出来的，这种计谋属于下三滥。张良是君子，是贵族，这种计谋只有陈平这样人才能用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讲过，我说优秀的人眼睛里面只有好人和坏人啊，这个卓越的人眼睛里面有对错啊，但是辉煌的人眼睛里面除了黑与白还有灰度。而在神奇为次的这些王来讲，在他看来，这个世界没有黑白，没有灰，没有好人，没有坏人，只有可用之人和不可用之人。一切为我所用，所用一切为众生，这就是王的思想。所以，当陈平跟他的
这个嫂嫂通奸的时候，他要用陈平，大家都反对，这人人品不好，道德败坏呀，跟他嫂嫂通奸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？啊，然后呢，刘邦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跟他嫂嫂通奸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所以陈平救了他无数次命啊！这陈平、张良啊，帅才谁？韩信。相才谁？萧何。你看，所有大一统的王朝全都有。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写那个明朝的吧。明朝更传奇一点啊，开国皇帝，我们只说开国皇帝啊，朱元璋，那真的是从一个皇觉寺的和尚啊，统一天下。朱元璋只用了15年啊。朱元璋王写上朱元璋啊，军师是谁？刘伯温。帅才是谁？徐达。相才是谁？李善长啊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些大一统的王朝都是因为有这3个人支撑啊。我们再来看看三国啊。为什么曹操雄霸北方，但是无法一统天下？为什么刘备、刘皇叔那么牛逼，他就是无法振兴汉室呢？为什么孙权那么牛逼，他就是无法统一天下呢？来，在座各位，曹操是不是王？来，曹操是王，曹操是魏王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请问曹操有没有军师？那太多了，对吧？荀彧、郭嘉啊，太多了啊，这军师多得一塌糊涂啊。那他有没有相才？有没有啊？荀彧就是他的相才，每次率兵打仗都是荀彧来管后方啊。那请问他有没有帅才？有人说了，夏侯惇、夏侯渊，不好意思，那都是将才。每次率兵打仗都是丞相亲自挂帅。换句话讲，就是那个每次打仗的时候，他就会从王的位置下下来，变成帅了。打最后一战赤壁，赤壁只要一赢就可以统一天下，但是赤壁他竟然连一个小小的反间计都没有查出来，到最后被别人火烧连营800里，一战一败涂地。为什么？后来当回到朝廷的时候，当他重新坐上王位的时候，曹操就说了：“我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么周瑜小儿这么简单的一个连环计、诈降计，我竟然都没有看出来。来，他为什么没有看出来？俗话讲得好，叫站得高方可看得远，无关生智，局外生慧。我与我无关，我在我局外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们在下棋的时候，经常会走错，把车放到别人象眼里了，但是往旁边一站，妈呀，你比谁都牛逼！你咋这么笨的往这走？你咋这么笨的往这走？换句话讲，就是一定要进入无关和局外。而一个王站在这里，才能看到整个天下。但是当一个王把自己降到帅的位置的时候，他啥也看不见。所以竟然一个简单的诈降计就把曹操80万大军给灭了，这就是代价。